这个舔狗舔了女神3年，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别误会，他可没跟女神在一起，只是突然醒悟不舔了，结果反而让之前嫌弃的不行的女神感到不习惯，开始转而舔他了。这种舔狗才是真正的楷模呀！佐成从初中就开始舔自己的女神下川爱华了，舔到学校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几乎已经是跟踪狂的程度。没想到今天差点被足球砸中后突然转性了，女神像以往一样责怪他，他居然内心毫无波澜。回到教室被两人共同的好友小龟吐槽，依旧没什么反应，也没有表现出以往面对爱华时的热情，就连老师都发现他今天不对劲儿了。其他同学就更加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毕竟他们平时就指着佐成看乐子呢。于是把人拉到厕所询问，佐成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他感觉自己今天的心情和以往不太一样。当然喜欢爱华是不会改变的，他甚至还想传教，只是没有了以往那种想要黏着他的热情，反倒让爱华有点不适应了。中午佐成也是买了一个面包一个人吃，就突然过来一个可爱的妹子搭讪，不再舔女神后，难道连桃花运都来了吗？妹子自我介绍是隔壁班的兰泽林奈，早就听说过佐成的舔狗事迹，却没说过来找他搭话是为什么。佐成自己也不是很关心，他还沉浸在那种啥也不想干的情绪里。但是第二天林奈竟然又来他们班找他了，被好兄弟勒住脖子质问，你怎么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，都有笑花了还不满足吗？佐成理所应当的回答，爱华是女神而已。话音刚落，爱华和小龟就一起进来了，也不知道听没听见刚才的话。不过爱华的表情看起来有点生气，绷着脸就离开了。之后也一直对佐成爱答不理。体育课结束后，小龟过来找佐成搭话，告诉他别想那位林奈同学了，人家和高2的男朋友是出了名的恩爱哦，人家从初1就开始交往了。佐成这种天将怎么可能比得过，甚至连他们的情侣合照都拿到了。佐成也很无语，他也没有想林奈啊，却不知不觉走进了林奈男朋友的教室，刚好听见他跟几个男生讨论理想型，其他人的理想型都是风纪委员会的4只公，林奈男朋友的却不是，而且也不是林奈，而是佐成的女神爱华。佐成开始搞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了，不是说这对小情侣很恩爱吗？怎么连理想型都不是对方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想问爱华和小龟什么看法，结果林奈又跑来找他了，说想和他聊聊天。小龟一听，闲聊我喜欢啊，我们先来聊聊你跟你前男友分手的事情吧。林奈大吃一惊，这消息传这么快吗？但很明显他并不是很想聊，只想赶紧把话题含糊过去。小龟就不依不饶说起了她男朋友的坏话，终于激怒了林奈，留下一句不要再说我男朋友坏话了，就离开了。佐成赶紧追上去替朋友道歉，却一不小心撞上了一个女生，好像还把人家给吓到了。不过他现在忙着追林奈，就暂时没管。最后在学校的亭子里找到了，两人就顺势唠了起来。佐成也情不自禁说出了真心话，他应该是被爱华拒绝的太多了，所以内心也变得冷淡了起来。果然没有希望的舔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，但只要放弃就会有大片的森林在等着。接着林娜也说出了自己的分手理由，就是男朋友那句他是我的理想型。原来她也听到了，分手是想让男朋友也体会一下这种难过的心情，现在却有点后悔了。佐成便讲起了自己在遇到爱华之前的事情，当时他喜欢另一个女生，告白后却被对方狠狠地羞辱了一顿，那个女孩的男朋友还出手揍她，被打飞的佐成刚好倒在了后面经过的爱华怀里，爱华吓得尖叫一声后给了他一记耳光，然后佐成就爱上了呢。林奈满脸你是不是有病的表情，当然实际上是因为爱华当时说的话。问完来龙去脉后，他生气地对那对情侣说，嘲笑别人的好意是最恶劣的行为。从那之后，佐成眼里就只剩下爱华了。结果下一秒他就说，以上全是他编的故事。他真心喜欢上爱华的原因是忘不了他第一次伸出手的温柔模样，所以他成为了爱华的粉丝。现在决定以后要为爱华应援，而不是执着于成为她的男朋友。听完这个故事的林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放下了心结，第二天就和前男友复合，两人还手拉手一起上学。佐成其实也早知道林奈接近自己别有目的，不过和这种活泼开朗的女孩相处对他来说就像是奖励一样，他甚至还是当着爱华的面说出这句话的。看来你是真的放弃女神了呀。
然而回家之后，佐成就露出了真面目，原来他是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爱华才放弃的。没想到这一天，爱华突然找到了他家里，问佐成最近怎么了。虽然佐成平时看起来就很奇怪，正因如此，最近不奇怪了，反而更奇怪。以前他都会恶心巴拉的黏着爱华，现在却不像那样缠着他了，搞得爱华还有点不习惯。佐成看到女神这副模样，脱口而出一句：“我喜欢你，跟我交往吧。”爱华自然是下意识的拒绝。佐成立刻把称呼从爱华改为了夏川，并且真诚地向他道歉，之前给他造成了困扰。结果一直在外面偷听的姐姐绷不住了，赶紧出来打断。佐成便没有再继续说，送爱华回家了。但是爱华很在意他刚刚没有说完的话，半路上还特地问了一下。佐成就告诉他自己以后不会再缠着他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作为普通同学好好相处吧。说完后甚至还让女神给自己介绍女朋友，气得爱华直接跑了。第二天班上重新调座位，佐成的座位和爱华分开，和小龟倒依旧是前后桌。不过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，因为之前他一直缠着爱华，以至于都没有什么人敢接近他。现在他不缠了，爱华却依旧没办法交好朋友。唯二能说上话的也就佐成和小龟了。于是佐成决定把爱华酱推广到全校，让大家都喜欢上爱华。佐成一边想事情一边上楼，猜测爱华应该只是不想落单，才对自己表现出关心的态度，做白日梦也是浪费时间。没想到风纪委员长四之宫突然拦住了他，这波是来给自己的人找场子的。昨天佐成吓到的那个妹子也是风纪委员会成员，佐成立刻诚挚道歉。其实四之宫也不是真的在责怪他，主要还是那个女孩不知道该如何与男生接触，冷不丁被佐成搭话才吓到。确信这人对妹子没有企图，四之宫就拉着他去了风纪委员会教室。不当舔狗就是好，万千少女的女神风纪委员长都亲自找上门了。四之宫告诉佐成，那个女生叫游杰，她和其他风纪委员都非常努力且做事认真，但这些人偶尔会失去自信，变得消极。佐成听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吹学姐的彩虹屁。哎呀，那些人肯定是看到学姐工作时飒爽的英姿失去自信了，这些都是人之常情。四之宫被他夸得不好意思了，而他找佐成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如何帮委员们排忧解难。佐成便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帮他分析，这些人肯定根本不期待能得到学姐的鼓励，所以四之宫只需要说一句别放在心上，再轻轻拍一拍他们的肩膀就行了。毕竟对那些人来说，四之宫可是女神啊。四之宫非常感谢佐成的建议，分别前特意问了他的名字。佐成毫不犹豫把自己的好兄弟山崎给卖了，告诉四之宫自己叫山崎。不知不觉已经过去1周了，佐成这1周都没怎么跟爱华说过话，没想到会在路上碰到，姐姐立刻给他俩制造机会，结果佐成还不珍惜，一路上都一句话不说。刚到学校又匆匆被小龟叫走，说是风纪委员长在怒气冲冲地等着他。佐成去教室一看，就知道冒名的事情被发现了。四之宫看到他过来了，留下一句中午来指导室一趟，就带着游杰扬长而去。而佐成的好兄弟一听说女神四之宫喊了自己的名字，立刻就转怒为喜。中午佐成带着裴礼去了指导室，坦诚自己只是觉得被风纪委员长记住名字只会惹来一堆麻烦事儿，所以下意识报了别人的名字。反正山崎觉得很高兴，总之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了。不过四之宫喊他来却不是为了这件事，而是因为游杰上次拒绝了他的好意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就想向佐成正式道歉。游杰又是道歉又是道谢的，看得佐成怜爱不已，让他以后继续加油。回到教室后，发现爱华竟然被一群女生围了起来，看到自己的女神这么受欢迎，他也就放心了，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果然是女神的绊脚石。殊不知爱华一直在悄悄观察着他。佐成收到一条信息离开教室之后，他就开始心不在焉，很明显这是已经心动了呀。佐成是被学生会副会长的姐姐叫到了学生会教室帮忙干活，毕竟是姐姐大人的命令，他也只能照做。作为报酬，表示可以给他买小黄书，胸大的那种。佐成立刻欣然答应。另一边，游杰却还是没放下和佐成的那件事，他总觉得佐成看自己的眼神不太满意，难道是对他说的想克服对男性的恐惧而不满了吗？爱华也被一群女生缠着，说要去他家里玩，刚好佐成干完活也回来了，那群人就顺势邀请他一起去。爱华当即傲娇地表示绝对不会让他接近自己的妹妹。佐成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，果然如此，
却没说去还是不去，以至于爱华一整天都心不在焉。到了放学，甚至追上他问到底要不要去，没想到话突然被四之公打断，爱华也就没勇气再继续说下去了。爱华将游杰的事情跟佐成说了一下，总之就是游杰觉得没有得到他的理解，所以感到很失落。佐成矢口否认，直到四之公给他来了个壁咚，给他说实话，只好坦诚他确实觉得游杰的决心还不足。游杰向他道歉，其实并不是真的因为他，而是游杰讨厌因为害怕男性而糟蹋了他人好意的自己，在利用向自己道歉这件事，宣称自己正在努力克服对男性的恐惧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就不应该带四之公学姐来。两人把话说开后，四之公忍不住对这个男生刮目相看，而佐成的春天才刚刚开始。